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從宋溪出發前往安順嘅方向，會經過一條突然間收窄嘅舊路，而佢兩邊都擺滿生果檔嘅地方。其實呢度就係瓜拉美金新村嘅入口處。瓜拉美金新村坐落於霹靂州中南部，距離北邊嘅美羅同南邊嘅宋溪都係大約10幾公里。我騎到咩？騎到或者話呢黃巴、黃岡，甚至是做農業，我在那個種菜種黃竹、種芒果。我叫林寶光，今年66歲。我的官階是潮州人，傑西，出生在這裡。我們的新村原本不是在這裡的，1948年之前是在我們進口的時候就是這個三岔路那邊有個地方，現在看作我們的新村的牌樓那邊，那個地方才是我們真正的移置前的地方，他們是住那邊的。那麼當時馬共很強，所以英政府呢就把我們移置來這裡，為了避免村民提供糧食給馬共，所以就移置在這邊。英殖民時代我們這裡的街道小巷都沒有這種馬路式的。都是泥土式的，泥土路來的，就是一條這樣的小巷，就是給腳車、摩托跑。你看我們的道路是很小的，8尺，中間那條路是10尺，進出只是能夠跑1輛車罷了。有時你偶爾看到一輛大蘿莉進來的時候我們就會再追着來看我們種植的時候是用牛糞的，那個阿勝打一車牛糞進來的時候，我們就跟在後面的，德里馬利這樣的，我們跟着，因為他下了牛糞給我們是種植。之前經濟來源是短期植物，那時候我們種了豆角那個那種，主要那時候也是沙果，還有這個番薯的，還有那時候還有種那個煙的。在85年代就開始向這個水果業蓬勃去發展，因為種一棵樹都有30多年來收入因為種下去當它有果的時候我們只是處理修枝處理它的花，照顧它的花，這樣都每年都在收入，所以水果的來說呢會帶給我們的資金會比較多。呢次非常多謝林寶光先生提供俾我哋呢一批珍貴嘅舊照片，令我哋見識到瓜拉美金新村由60年代至2000年左右一般村民嘅活動。值得一提嘅就係拿督公廟前主席鄭先大先生曾經為新村積極籌款，修路建廟，造福後人。我是這裡的村長，新村人都叫我 Alan。我今年47歲，我是土生土長的。這個村是有200多間屋子，但是老人，也有佔38%這樣子的，大約是有整400多人。這個村子是好像有一點老人村帶一些孫那些，然後很多遊子也是在外面生活了。也很少回來，因為這邊的發展機會也很少，回來只有是種植罷了。呢條村超過98%人口係華人，剩低嘅都係印度同胞，村民都以潮州人、福建人同客家人居多。當日我哋嚟到新村嘅時候，喺大街見到有個豬肉檔，就行過去同老闆傾咗幾句。原來佢嘅豬肉檔都已經做咗3代人。
呢次嚟到瓜拉美金拍攝，要多得 B 部為我哋騰出寶貴嘅時間，做咗導遊，帶我哋喺村內四處參觀。有一段時間，我們這裡的年輕人，尤其是先去印尼的，後來去那個越南的，新村每一年從以前到現在的進展肯定越來越好的，因為現在的進步嘛，我們也不想看到我們的子孫是落後的一族嘛，所以每一年都會在增加，不過就年輕的人口會越來越不多。因為很多有了知識嘛，以前沒有知識就耕耘這一片嘛，就是這個土地嘛，靠土地來吃飯嘛。現在都有知識了，去讀了大學，他們在外面做工就很少回來了，就結婚也在那邊住了。所以你看到我們年輕耕種的會不會太多？加上有時候土地面對那種永久性的一些租借。讓到我們沒有信心繼續再跟進下去，有種多少就跑一步做一步這樣了。雖然新村唔大，但係都見到啲為村民帶來方便嘅店鋪，例如摩多店、雜貨鋪等等。最令我哋驚喜嘅係，呢度仲有架雪糕車穿梭於大街小巷，瞬間勾起好多童年回憶。我有做2個 project， 一個是籃球場，一個是溝渠。以前籃球場沒有蓋頂的，現在我們有撥款200千，然後我們拿這個錢去蓋頂，然後是美中不足，就是說我們200千只是可以蓋頂而已。它的地台也是很久沒有發展了，大概有10年了啦，沒有發展了，地台也壞了，很多東西也要維修，然後有做水溝，路的高度已經高過那個籃球場了，所以那些水哦，每次下雨都會積水，我就做一個溝渠，讓它的水全部沖去大溝，然後就不會積水。以前不是叫做瓜拉美金華小的，它叫做平民華小吧。在1964年有了，那個是木的一間學校。那麼1969年513狀態的時候，我們才搬遷去這個，因為我們學校是全津貼的嘛，所以變四面土的。那是1969年做起來的。我哥哥還去教馬來文，叫做夜課啊，讓那些村民去學習一些。掌握的馬來文啊，那時候沒有規定說多少歲的，甚至超齡都可以讀的。以前是插班都有的，插班生都有的。今年我們的幼兒園報名5個人，明年存3個。我擔心這個幼兒園會被關閉，因為太小，太沒有人了。喺新村嘅入口處就有間壯觀又華麗嘅拿督公廟，我哋就聽下林寶光先生介紹呢間廟嘅歷史。在1966年的時候，就開始有了這間舊的神廟，很小的神廟，包括它的那個禮堂。之後呢，在1998年吧，這個神廟就再建起來，新的就是現在的那種神廟啦。我們這個拿督公是華人的，我們可以拜豬肉了。我們的拿督公叫文良才嘛，很多拿督公是馬來人的，我們這裡是華人的，很奇怪的。作為一個小小領袖的時候，我們有個計劃，讓我們的神廟有加多，就是它後面有2個 lot，有一個 lot。人家屋地的買了，後來是跟人家買了一個 lot， 另外一個 lot 人家申請，我就阻止他，我講你不可以申請，這個都要保留給我們這個神廟才夠大的空間。禮堂就在200年做。而喺大路嘅另一邊，亦有間觀音廟。
早期嘅瓜拉美金盛產石米，因此喺新村裏面留低好多礦沙地段。為咗生存，當地嘅農民就通過各種方式喺沙地上種植農作物養家糊口。隨着時代嘅演變，農民亦通過自身嘅領悟同經驗，摸索出一套喺沙地種植嘅方式，令瓜拉美金一躍成為本地水果嘅出產勝地。我在 KL 做了20多年了，22年了，18、19歲了出去了。還有98年經濟風暴的時候，我們很難找吃了。我到2000年才回來，在瓜拉美金。回來的時候還是做羅里啦，做建築啊，做沙石手。後尾就開始慢慢轉變了，改變了做農業了，慢慢改變。之前我是做芒果先的。我回來的時候，我坦白講是好像白老鼠這樣啦，什麼也不會了。就是我好多朋友啊，像寶光啊，他們啊肯教我這樣咯，我也敢去問啦，慢慢的一邊一邊學咯。現在做是300棵芒果樹罷了，試下看咯，慢慢做咯，做久了做到最多有整1萬棵咯。慢慢推的時候，我1年裡面撂了，我看有幾百千了，1年裡面呢，就開始轉變了，又再轉變才做回番薯、沙葛啊、木瓜啊、水果。現在大多數是沙葛、番薯啦。現在也有多少遊客來參觀我們的種植沙地的沙葛、番薯啊。現在做年輕的不大要接手，有啦，少部分。現在我們靠外勞做工啦。現在做什麼是租的多了，人家不要做我和他租咯，有了錢就買一點這樣咯。跟住有自己也有多少咯，租的也有，政府租的也有，自己的也有了。根據當地農民透露，沙地佔據咗大約68%嘅土地。除咗以沙地作為農作物嘅主要土壤外，當地農民亦會使用黃泥沙、泥釉、黑泥及紅泥等，同沙地溝埋一齊進行種植。農民喺缺少適合嘅環境之下，力求變通，種出各式各樣嘅本土農作物，例如水翁、番石榴、番薯以及沙葛等等。經過多年嘅耕耘，讓瓜拉美金成為本土水果嘅主要輸出產地。過後 B 部仲帶咗我哋去參觀一個喺礦湖邊好大幅嘅湖頭種植地。現在我們這裡有那個收集果了啦，他們叫做 store 啦，我們叫 store，他們做了很大了啦。瓜拉美金亦都有幾間規模較大嘅農作物收集中心，通常都會批發去吉隆坡、檳城同埋柔佛。而附近好多果農都會將佢哋嘅水果運送嚟呢度進行包裝，再運輸去以上嗰幾個地點。
我叫杨克义，今年36岁，我是福州，我是瓜美金第3代了，继承父业我爸爸的事业。现在年轻人都很少要种植了啦，都是跑去外面了。我弟弟也是有另外一个行业啦，也是在这边做收油果。油种收油种种植不一定能收成的啦，也是风险很高的。天灾咯，功能不够啦，果蝇虫害那种芝麻什么很多问题啦。菌那种，以前是有种芒果啦，现在都是在收获啦，都有股東在做啦。由於天氣實在太熱，所以 B 部就帶我哋去咗一個小型嘅椰子園，以椰青水嚟解暑。雖然瓜拉美金係一個小村莊，但係村裏面都有幾間提供市民解決三餐或者打躉吹水嘅茶室同餐館。臨走嗰日 ，B 部仲好熱情咁招呼我哋當地嘅潮州美食。呢間有大樹遮陰嘅餐館唔會覺得好焗熱。畫面上見到啱啱行入鏡頭嘅，就係呢度嘅大廚兼事頭婆。菜餸雖然簡單，但係亦都食出佢嗰份人情味。我以前也是游子，我在新加坡打工。我希望会好像我这样子，过后我会回来我的自己的家乡，发展自己的家乡。毕竟我们也是土生土长，以前没有办法，我们会出去外面打工也是去外面见识一下东西，还有认识一下朋友这样子，然后回来我们才有懂得一些东西，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发展。如果我们长期在这边，我们不懂一些外面的發展是怎麼樣，這是我們在外面吸收的經驗啦。如果想支持我哋，只需要按 Thanks 謝謝按鍵，之後選擇你想資助嘅金額，寫低留言，再按 Buy and Send， 咁就 OK 啦。多謝你嘅支持。如果喜歡以上內容，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多謝觀賞。